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一个人发财前身体会有16种变化。我们平凡人的一生，大部分人终其一生，莫非都在追求财富、精神享受、幸福等等。财富往往也是许多追求的基础。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了。在这个世上，绝大部分人都不蠢，也都比较勤奋，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发财。很多人一辈子都难发财一次，但如果能有一次的话，今后的人生必定不一样了。其实人在发财前，身体往往会有一些变化征兆，如果能够把握住，那么必定能横财大发。那么身体哪些变化预示着即将发财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印堂红光满面，人逢喜事精神爽，大财来前必有桃花满面。当你最近的气色开始变好，病灾远离，疤痕愈合得很快，而且脸上显得红润敞亮，并且不自觉地大有笑容之时，表明运势转好，财星高照。这样的现象出现时，人往往事业有成，升官发财，前程越来越广阔，不易与人结仇怨，所以注定和气生财，越来越富，不出1年时间就足以一夜暴富。2. 近期黑痣上长毛，大多数的痣上是没有毛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痣上长出了毛，则表示好运即将来临。福痣上长毛预示招财进宝，凶痣上长毛预示逢凶化吉，都是吉祥的预兆。这样的人近期精力旺盛，神采奕奕，工作方面事半功倍，一帆风顺，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倘若是生意人痣上长毛，则整年的运势都不会差，必定财源广进，大富大贵。3. 左眼皮经常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在民间一直都认为左眼皮跳是一种财运和喜事降临的征兆。如果有一段时间内你的左眼皮经常跳动，说明你的财运即将来临，其实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左眼皮跳动期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此时可以多进行社交活动，此时运势旺盛，能够获得许多意外的财路和人脉，在未来的1年内能够升官发财，名利兼得，自然就有许多的财富。4. 指甲长得很快，十指连心，指甲长得慢代表新陈代谢的快慢。如果最近指甲长得快，则说明身体健康，活力十足，财帛亨通。5. 左耳内耳朵感到很痒，如果你觉得你的左耳内内耳很痒，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飞来横财。另外，鼻子的大小也会暗示着你是否会有偏财运以及财运能力的大小，这是从面相的角度来评判的。鼻子位于人脸的正中央最突出的位置，与一个人的美丑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鼻子也称为财帛宫，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财运。如果你的鼻子直而挺，丰隆饱满，那么说明你贵气洋溢，值得庆贺。6. 左眉及眉眼之间有些痒，眉毛也是看面相时需要注重的部位，可以推测一个人的运势及财运。如果你的左眉以及眉眼之间有些痒时，说明你将会发横财运，获得一笔财富。不过要注意睡觉的姿势，因为一不小心没摆正姿势，就会把钱财睡没了。本来有机会可以做一个有钱人，却因为睡觉姿势不当丧失了钱财，那就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了。7. 肚脐及周围奇痒无比，当你的肚脐及周围奇痒无比时，你很有可能会发横财运。另外，腰部也预示着一个人的财运好不好。有个成语叫做腰缠万贯，如果你想获得财运，不妨多锻炼腰部的柔韧性及其他性能，形成一个可以聚财的腰部。8. 毛发逐渐浓密，一个人身上哪些部位长毛，一半取决于遗传，另一半则伴随着命运与生俱来。有的人在某些部位毛发旺盛，不仅是此人精气神的体现，更是预示着这个人财大气粗。人的头发、眉毛等乌黑发亮，则代表其精力充沛。
如果一个人平时发质稀疏暗淡，但近期毛发开始变得慢慢的光泽浓密，说明运势在逐渐好转，之前让人烦心的事情也都在朝着有利的趋势发展，那么发大财也不是什么难事儿。9. 志向变淡，面相中的志有吉有凶，不过常言道面无善志，一般出现在脸上一些很明显的黑痣，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运势。若是一个人脸上有主大凶的痣，但近段时间的痣颜色慢慢变淡，接近于肤色，看起来不再明显，这也预示着运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样面相的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人即将有大财可入，是即将发财的征兆。10. 鼻翼逐渐饱满，在面相中，鼻子是财帛宫，与一个人的财运有关，而鼻子的两侧鼻翼则是廷位兰台的位置。相书有云，兰亭横行，时有9盈，也就是说，鼻翼逐渐饱满的人运势十足，做事情容易取得成功。这种面相的变化代表内心底气足，做事心中有数，从而赚取大笔财富。11. 手中出现数条财运线，财运线是出于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的好坏。通常人在少年时期手掌中比较少出现财运线，一般人过中年手掌中有较多的财运线。如果一个人以前掌中不见财运线，而最近一段时间手上突然出现大批财运线，而且这些线又深又长，也是很快要发家的征兆。12. 手心痒，手心有掌权的寓意，想必很多朋友都清楚，手上面的掌纹也有不同的寓意，很多有富贵纹的也确实发家致富，成为有钱人。所以手心痒的话，代表财神在你身边过。这种痒是一下一下，男左女右，左撇子除外，不是一直痒，是很短暂，人体能忍受的痒，通常会来意外之财。至于财运多寡，当然还要靠自身命格来。13. 五官发福，如果一段时间发现你的脸型慢慢变圆，而且又显出发福的痕迹，这也是你转好运的征兆，好好把握机会，定会事半功倍。而一般通肾，运气不好时，耳朵往往是暗淡或者色泽枯黄，一旦好运要来时，耳朵会变得白里透红，则说明这人交好运了。14. 鼻头红润，正所谓问富在鼻，根据一个人的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富贵运势。鼻头为财帛宫之所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变化。如果一个人的鼻头近期内变得红润的话，代表着整个人的气色很好，近期在事业方面会遇到贵人的提携，远离小人的纠缠，是一种横财的征兆。脸上如果出现这种特征的话，代表着近期可能会有富贵临门，事业上发展也比较如意，在钱财方面近期也可能会比较的宽裕和充盈。15. 眼神温和，眼神的面相也关系一个人发财的机会。一般来说，看一个人的眼睛，如果眼神犀利，目露凶光的样子，很容易吓走身边的贵人的。如果一个人眼神柔和，面带笑容，精神抖擞的话，贵人运、财运、事业、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另外，财神爷也会眷顾他们，因为眼神温和也是即将要发财的面相特点之一。16. 上下眼周发亮，招财之人眼睛的上眼睑和下眼睑都很亮，当然不是出油的反光发亮。从面相来看，上眼皮为面相中的田宅宫，当此处皮肤明润发亮时，即为你财运转好之时，容易在财富上有着出其不意的好运。职场中易加薪或者获得奖金，商场中可专注经商，是丰收的好时机。反之，若眼周长期发黑，财运会有暗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散财童子，需要更多专注在开源节流上，同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上身体的16种变化，代表必有横财到来，富贵迎门。虽然运势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却可以通过一些东西表现出来，比如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有时候就对主人最近的运势有一定的反应，所以应该多加留意，以免错失好运。他们不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且横财更是多的数也数不清，
只要有心赚钱，赚的亿万财富也不在话下。你要性还是命？这8种特点的女人，性欲必定强烈，男人们遇见了赶紧跑。1. 腰细臀肥的女子。腰部纤细而臀部肥大的女子，天生的性欲强烈女。如果娶这样体相的女子为妻，可以享受到女人的肌肤之福，并且能够多生男孩。民间有云，腰细臀肥必生男嘛。抛除面相论体相的话，这样体相女子也是对男人最有引诱力的。男人生理感官趋向于女人的胸部，其次就是臀部了。肥臀细腰型的女性比一般的女性生育能力要强，有人估计这样体相的女人怀孕的几率要比其他体型的女性高几倍，说明古人通过观察女人的腰臀之象来判断她们的性和生殖能力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而是有着一定的生理依据。由此推断，在强烈的欲望本能下，臀大腰细长的女人容易纵情。2. 人中窄并且弯而细。女子的人中与生殖器官相连，因为任脉与督脉起于会阴，也就是生殖器附近，而汇聚于人中，所以人中的形状与变化往往会体现出女人性欲与欲望。如果人中宽大、沟续深的女子，那是天生的做爱能手，因为这样的人中面相肾气充足。若是这个女人的人中很窄、很细，还有点弯曲的话，那这种我们叫做可能在性方面会有一些苛刻，或者说比较喜欢超乎平常人的那种喜好，情欲会特别强。因为中医里的经典是经满不思淫，人中窄而细的女子，由于肾精不足，所以才会夜夜思淫的。在面相学当中，人中直接看所谓的女人的部位，所以这个地方表示她那个部位方面也是比较特殊一点的。3. 桃花眼的女人性欲强烈。眼睛是肝经的外线，把肾比作一张弓，而肝就是射出去的箭，所以男女做爱肾是根本，而肝是性功能。女人生就一副桃花眼的，那么性欲就强烈，往往自己难以掌控。眼如秋水，色似桃花，半笑含情。古人这样认为女子的淫荡面相，如是说：一个女子面相浮光，而且面皮薄，皮肉浮现青蓝，又少肉，这是一种欠缺福运的性欲太强的面相。如果再加上眼神时常如痴如醉，好像喝醉一样，半昏半睡的，更加是淫乱的面相了。4. 女人口角下垂，偏黑色，好淫。女人的嘴唇上脾脏的外翘，而脾脏是主管人体对外界的触碰感官的，男女做爱也是身体的触碰感觉之一。女人的嘴角下垂且嘴唇呈黑色的，那么就是好淫之妇了。女子若口型下坠，肌肤粗糙，笑而不定，走路时斜腰拉胯，五官不正者，此女必为轻浮淫贱之人。5. 鬓发浓密，女人淫荡面相。女性耳色过红，面色过白，鬓浓发密，腋毛多者生理需求高。女性桃花眼又配春心眉者，桃花舞春风，生理需求极高。女性鬓发浓厚的面相，这是肝气充盛的表现，而肝气是做爱的功能，所以性欲旺盛而做爱能力强。6. 女性眼尾垂下者，生理需求高。女人的眼尾部分是夫妻宫，如果眼尾上挑的女人属于性欲外现的类型，而眼尾下垂的女人属于闷骚型，会暗暗地用尽，生理需求偏盛。7. 女性肩门凸露，眼光流逝。肩门部位在眼尾后侧，这里是男女情欲的宫位，肩门无论凹陷还是突出的，都属于情欲较高的面相。如果再配以眼光流逝的话，那么此女一定是风流多情之人。8. 女子两眼露白，性欲强。眼睛是肝经的外线，如果眼睛上三白下三白，或者眼露四白的，都是肝经变异的结果，也就代表性欲过度或者纵欲的表现。女性双眼圆大，眼皮外双，白睛漏光，眉如新月，眼光如水，眼带桃花，眉毛黄枯，面色白艳，面色红艳。同时，除了上述8个特点，每个人身上都还会长痣，不同位置上的痣其寓意也不同，特别是脸上长的痣，与人的性格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如果女人在这几个地方长痣，说明她的性欲特别强，老公未必能满足她。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一、眉侧有痣，好色成性。痣长在眼眉侧的女人很好色，而且她的感情生活不会长久，会不断地更换男生，纠缠于情情爱爱之中。即使她已经结婚，也不会因为有一个好老公在身边而消停。偷食出轨是她的爱好。二、肚脐有痣，桃花运旺。痣如果长在肚脐附近，那这个女人一定很花心，异性缘特别好。因为长在肚脐上的痣即桃花痣，预示她的桃花运非常旺。就算她不去找别人，别人也会去找她。这种女人命带桃花，总会有艳遇。三、眼角有痣，男人的宠儿。生于眼角的痣被称为泪痣。这种女人在男人眼中柔情似水，令男人神魂颠倒，争相献宠，整天围着她的石榴裙转。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于男人的众星捧月，喜欢和男人整天混在一起，性欲自然特别强烈。四、法令有痣，豪情万丈。痣长在面部法令纹附近的女人，绝对是典型的豪放女，性格开放，大大咧咧，敢想敢干，喜爱两性那种刺激和新鲜感，而且她自己非常主动，没有女人的内敛和羞涩，对自己心仪的男人主动出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后，我们说完女人，再来说说男人。毕竟生理上的需求无可厚非，这是人的一种正常需要，但是如果过度纵欲，也会出大乱子。那么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本期的男人面相解图吧，带你进一步了解从面相即可看出来的10大淫相男，看看这些好色男人的面相都是什么样。一、双唇肥厚。男人双唇肥厚，看上去像黑猩猩之类动物的嘴唇，代表其人支配欲望比较强，生理需求也比较强，纵情于肉欲。此人对于男女之间的分际拿捏比较没原则，容易沉沦欲海。结婚后也没有办法安分照顾妻儿，看到喜欢的女性就会上前勾三搭四，有了想法就会付诸行动，色欲无法束缚。二、奸门。奸门也就是夫妻宫，若凹陷鱼尾纹多而杂乱，或奸门有灰黑之痣及交叉的纹路，感情运较乱，也主好色而惹是非。婚后夫妻感情容易产生矛盾，如果配合夫妻座，山根相理不佳，则更容易出轨，会有二婚问题。三、三白眼。一般人的眼瞳是左右露白，但是对于上三白眼的人，平视的时候眼睛里的左右上方都露出眼白，这种就是上三白眼，为人会标阴险，容易婚内出轨，对妻儿不讲情义。四、鼻子肉过多。男人鼻子肉过多，尤其是鼻头饱满厚大，鼻头有一点下垂，看起来油光润泽，下巴丰厚有肉，这种鼻相代表其人很容易出轨。此种男人表面上可能道貌岸然，但实际上心性难定，喜欢沾花惹草。五、眼圈发黑。中医理论，黑色代表肾主水，肾水旺则性欲强，而眼圈黑又多为肾虚的表现。这种男人生理需求强，十分好色，因此需要节欲，需注意补肾，否则身体亏虚，还易引起其他疾病。六、眯眯眼。眯眯眼的男人性欲望也比较强，传统的面相认为眼睛主肝，而眯眯眼通常是眼皮上下饱满厚实，代表其人的肝功能非常健强，精力非常旺盛，如此也就需求强盛，十分好色。七、下巴强壮。下巴代表着生殖能力，男人拥有一个肥大健硕的下巴，就意味着这个男人生理欲求强，能力也强，堪称猛男。八、眼白有痣或有斑。好色男人的眼白上通常会有微小的黑痣或者斑点，这种眼白有痣或有斑的男人性欲比别人旺盛，不能抵受异性的诱惑，很容易便发生性关系。尤其近眼头的眼白痣表示即使已有妻室，只要稍受引诱，也会与第三者发生不正当关系。九、眼尾有痣。眼尾部位的痣不论美丑都带有轻浮的意思，面对爱情容易不忠诚。眼尾有痣的男人即便是已婚，仍会渴望新鲜变化，主动诱惑他人，或被动受人挑逗。有人说艳福不浅，其实是桃花劫数缠身。男人的左眼尾有痣，容易受到异性欢迎和纠缠。麻衣相法有言，此处黑痣荡银奔。眼尾有痣的男人对于异性示好，感到飘飘然总难免，但此种风流韵事收拾善后可不简单，想想艳福务必三思。
10春心梅。春心梅是柳叶梅的变形，这两种梅的性格和命运却是大大不同。柳叶梅眉身粗又长，眉端不散，个性循规蹈矩，又为人忠信，常是老板的得力助手，是小贵小富之相。春心梅则形似柳枝一样，眉毛摸起来很细，眉身也很窄。古诗提到眉垂如柳，颦浪无首。有春心梅的男人个性机敏，应付人很有一套，但这种男人没有什么忠诚专一的爱情观、婚姻观，非常容易因为一时的气氛使然而做出伤风败俗的言行。命薄无福的女人面相特征，自古红颜多薄命，生活中不乏有很多女人长得很漂亮，却依然薄命无福。可见是否薄命与外貌的美丑关系并不大，但却与自身的面相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揭秘命薄无福面相的几大特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1. 命短劳碌无福的女命相。1. 天中塌陷，印堂眉心相连，天中在印堂至上2指的地方，天中低陷，一生不济，早克父母，事业蹉跎。加上连心眉，时运乖舛，颠倒是非，常遭人诬陷非议，所以寿元不长，易得恶疾而终。2. 额头狭窄的人，面相上额头位置比较特殊，代表天禄，说明了祖宗福荫，也代表前世因果关系修为，故此额头要宽阔，说明其人福德隆厚。而额头狭窄的人，则说明出生时家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要为了学业和生存打拼。可想而知，生活是异常艰辛的。额头狭窄的人也代表成年以后身边没有贵人相助，因此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如果一个人额头狭窄，再加上天仓比较低陷，则意味着生活和事业中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己存不住钱，并且也缺乏贵人扶持，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恐怕终生劳碌无福。3. 福堂杂纹的人，面相上福堂是位居眉上，主福禄之事，福堂凹陷且有杂纹，就说明其人祖上没有俱佳的福运。同时福堂有杂纹往往是心境不宁的表现，面相具有如此特征的人大多比较敏感，常常会因各种事情而担忧害怕，以至于使得自己身心疲惫，也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和成就，故此属于劳碌无福的面相。4. 山根低陷的人，山根为一个人的祖业家底，体现命主祖源和祖业成就。山根要隆起有势，这样就体现出祖上家业丰厚，基础牢固。假如一个人山根低陷，则祖荫不足，没有靠山，人生起点不高，同时也说明事业基础不够稳固。所以要想取得最终的成功，就需要自己抓住时机，并经历一定的困难与挫折。也正因为此，这一类人平时空闲享受生活的时候就格外得少。5. 眼神游离，气散不聚，似醉似醒不坚定，像张国荣的眼睛一样，看着很有亲和力，让人感觉很舒服，不会有受到威胁的感觉。这种人在生活当中肯定是个人缘不错的老好人，但是寿元不长，原因是眼神散乱，元神不聚。而眼神离散之象显示出内心彷徨、不自信，缺少人生目标，或者是缺少自制力等，这样的人容易遭遇横祸。6. 眼神骄横的人，眼神骄横的人大多行为不善，骄傲自大，飞扬跋扈，即使有大富大贵，因其内心贡高我慢，也早晚会有意外灾祸发生，富贵也不会长久。这种人往往言语轻薄，心术不正，气量狭小，故此为人苛刻、挑剔，无度量，见不得别人比他好，因此常招是非、官非、横祸。正如相学大家所言，心相不正，纵然富贵
也难长久。还是因为福薄，又不修福，自然终无所获，白辛苦一场。7. 3白4白，喘气如猪。3白眼4白眼，不光行克六亲，对家里人有妨碍，还有一个信息要对称起来就麻烦，那就是喘气声音响亮，主要是鼻息响亮，呼吸间听得跟风箱一样的，寿命更短。8. 颧骨低陷的人，面相上，颧骨代表一个人威望和权势，领导和支配人的能力和欲望，因此颧骨不能孤高，大体要与鼻子准头相配，但颧骨也不能低陷。过高则对人情义不足，趾高气扬，内心寡独；过低则不懂得与人交往之道，事事处处表现得唯唯诺诺，缺乏主见和威望，也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如果自己创业，则会因管理不善，最终导致事业陷入困境。9. 准头低垂的人，鼻相的准头既是财运的代表，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代表。如果一个人准头下垂，则说明此人极不善于理财，同时也缺乏见解，不能敏锐地分析和判断形势与时局，因此在投资理财上要格外加以留心，不然则很容易上当受骗，造成自己辛苦赚钱而终无所得的局面。10. 嘴巴合不拢的人，假如一个人的面相代表家财的景造，鼻孔薄弱，而且嘴唇水星合不拢，像掀开一样，则说明此人一生之中的财运势会越来越不好，并且常常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因为鼻属金星，口属水星，属于钱财食禄，口大没有控制能力，又无强劲的来源，说明欲望大，办法不多，吃得多，赚得少，常常入不敷出，感到饥饿和经济紧张。因此这一类人往往因为欲望而辛劳，但是管不住嘴巴而花费很大，属于福不实乃空的面相。11. 唇部包齿，声音嘶哑，嘴巴牙齿突出，嘴唇盖不住牙齿，牙齿不整齐，还有牙齿漏风，上唇短，说话跟没气一样，羸弱无声，或者是嘶哑如吼，发声都在舌尖，不洪亮，但是跟破锣一样，例如张柏芝那种嗓子。12. 声音带煞的人，正常情况下，人只会在生病或者精神不佳的时候才会说话有声无气的样子。如果一个人没有病痛，说话也有声无气，缺乏抑扬顿挫，则说明其人先天中气不足，缺乏活力与韵律感，且个性阴阳怪气，自然一生难有大的成就。同时如果声音沙哑，则带有一种类似金属脆裂般的声音，在面相学上称为声音带煞。具有以上特征的人，在面相学中是无福之人，因为这类型的人或者心术不正，或者有些自私，自然也难得到幸运神的眷顾了。其实最为重要的是，这类面相的人大多难以与人沟通和交流，让人感到怪怪的，给人一种让人远离的距离感。同时说他们无福，往往还只可能寿元不长，即使发福发家，也无法享受。13. 走路太重，四路四张，走路脚步太重，穿高跟鞋的话叮叮作响，下脚很沉，跟舵的一样，身子前倾，一头一头的往前急着赶路，还有跟路和獐子一样，走路没有路线，东一头西一头，没头没脑的，早死之相。14. 走路不稳的人，一个人走路的姿态也能看到这个人的为人处事风格。比如走路太慢，那就表示这人安于现状，做事容易拖泥带水。如果走路慢又大摇大摆的人，则缺乏大志，容易贫困一生。走路快速的人，就表示个性比较急躁，相对比较劳碌。至于走路不稳健，也就是脚下无根，说明其人性格急躁，劳碌奔波，但做事不踏实，
比较务虚，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同样难有大的成就，故此也属于操劳无福的人。15. 鼻歪嘴斜的人。古人说，鼻子歪的人心歪，鼻子正的人心正。鼻子歪的人多疑，尤其是对待配偶，脑子里整天想些歪七八糟的事情，多数婚姻不美，中年克配偶。女人嘴歪克夫，无论男女，嘴歪的人个性固执，强词夺理，说得多做得少，一生事业难成。16. 耳朵薄小的人。耳朵为面向上的受禄宫，同时也是肾气的外显，故此耳朵大又厚重的人，即使一生没有太多的金钱，也是知足常乐的人；而耳朵薄小且低下的人，一生福薄命浅，做事没有耐力，思考力弱，即使有富贵，也是昙花一现而已。17. 耳反阔禄的人。面相学认为，耳朵以大为佳，而小则不及。耳朵大代表元气足，精力充沛；耳朵小则代表早年体质弱，喜欢安静。同时，耳朵也为采听宫，因此耳廓要顺为吉，主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教导。耳反阔禄则意味着叛逆、不听话，少年运不佳，守不住财，也没有福气守住钱财。女性则婚姻不好，男性则终身福运差，事业难成，辛苦操劳。18. 面小鼻低吃食如鼠，脸小，脸型跟个枣核一样，两头尖，中间宽，但是脸无肉。鼻子窄小，鼻翼也小，吃东西跟兔子、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一撮一撮的。还有吃东西到处滴沥的，一点不注意的，都是夭折早死的象。19. 性情暴躁，柴心狼行，多行不义必自毙，性格暴虐，为人肆无忌惮，做事狠毒，好斗好强，常走夜路不行善道，难免遇到无常鬼。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